好，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深度类神经计算及应用。那今天呢，我们会来开始学习第6章哈。那第6章的主题就叫做 Learning Practice。那 Practice 的意思哈，因为我们常常在做一些这一个代表的一些成果，都讲说 Best Practice 就是最佳的一个案例嘿。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第6章就会专注把前面几章讲过的这个学习演算法那把它做一些比较好的案例那用跑的那个这种 Python 的方式来跑给各位看那包括这些 source code 后续都会释放给各位让各位呢可以感觉一下整个一个学习过程的一个什么一个实际的感觉好，那当然在 6.1 这边的话讲 Python， 我想这个都很多同学都已经会了所以我形式上还是把它跑一遍那帮各位在这个 6.1 这边呢动员一下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Python 的 working environment 就是说那大概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的研究生大部分都会跑Anaconda 这个比较应该讲说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环境这样好，那这个就是跑 Python 的一个环境。那首先呢，我要去 download 这个 Anaconda 所以在这边就有一个网址那各位可以利用这个网址去下载。好，那下载的结果的话，大概就是说你可以进到这个Anaconda 的这个首页你可以进到它的首页。那进到首页之后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它的首页那首页里面的话，你可以看了半天当然可以摸索玩耍一下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个 download， 所以你可以按这个 download 的按钮去进到它的一个 installer 就是说它的一个下载这个程式的一个地方这样所以就继续的把它按下去那按下去之后的话，你就发现那它有不同的版本它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它有 Windows 的版本，有 Mac 的版本，也有 Linux 的版本这样那就 depends on 你喜欢哪一个版本在这个你的那个工作环境上面的进行这样那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大部分的同学都拥有这个 Windows 所以原则上我们会选择这个 Windows 的版本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做比较喜欢比较做高阶的那个计算的话，就会跑到那个 Linux 那反而是用 Mac 的同学比较少用 Mac 的同学比较少这样所以你们就可以自己实验看看所以原则上我在跑的那个过程里面那也请研究生帮忙跑的这一个案例就是说的相关的地方呢，我们就还是用 Windows 来跑Windows 来跑，所以我就选择的什么呀？我就选择的这个 Windows。那选择以后呢，就会下载那下载也可以看到，我是下载这一个那空的那2000.7的这个 Windows 版本那我是选择这一个 X86 的64位元版这个64位元版这样好，所以这个选择那也就下载这一支它的那个.exe 准备怎么样？准备来 install。接下去呢，我就把它把它灌了把它那灌的过程我就没有再乱给你们看，你就把它点了就把它 install 了那 install 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 Python 的这个执行环境就起来了那起来过程里面就是说那等于说在整个 Windows 的环境一启动的时候呢，就在上面就会出现一个 Anaconda 的一个 PowerShell 的 prompt那包括它的一些基本的那个环境里头所以在我们 install 了这个64位元的版本以后呢我们we can have the running icon 就是可以拿到一个这个执行的这个icon 这样for further usage 就是说在未来你执行的过程里面的话你会直接进到 Windows 里面点上去就点它这个 icon， 那就可以执行到一个点击环境。因为早先的话大家在跑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叫做 console mode 比如像早期的 DOS 那个一个环境要进到它就比较麻烦。那现在安装完以后就变很简单，你点完它就可以直接进到那个相关的那个执行环境好那就刚点完了刚刚那一个东西以后的话，就是进了它的什么PowerShell 的这个 prompt就是说那这个模式就很像什么，很像我们刚刚我讲过的那个 console mode 就是说以前早期我们在 run 的那甚至各位如果说比较去常用 Linux 那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在这里的话进去以后的话可以看到
那我现在我在写这份讲义的时候去下载来实验的话是 3.8.3 版本，嘿，所以这个大概在 June July 这个 July 的2这个就是说7月2号所发表的版本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版本，嘿，那各位可以也许你们去实验的时候已经有更新的版本，不一定好，那在这里的话呢，我就很简单的我就说那我要执行的话，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prompt所以等于是说我就打这个东西进去，有没有？这个打这个指令进去，有没有说 type 这个 Python to run 的 Python environment， 就是说进到这个 prompt 的环境，还是要下这个命令来说我要执行这一个什么 Python 的一个环境这样。那 Python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直译程式，是一个 interpreter 的一个直译程式所以我讲过说在 6.1 我只是帮各位动员一下如果熟悉的同学就看一下，不熟悉的同学就也许借由这个机会开始动员你来用 Python 去设计程式。所以很快的我就怎样？很快我就在这里Python，因为它是一个 interpreter based 的一个 programming system 所以我就在里头很快的我就敲了一下这一个，再敲一下这一个，然后再做一个A 加 B 的一个动作，然后把它印出来。那这个是很简单的测试，非常简单的测试所以这个环境没有问题。那后续我们到了讲那个什么深度学习的 CNN 跟 RNN 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用更完整的一个solution 给各位到时候呢也会在 Anaconda 上面架一个什么架一个Windows 的微软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到了我们后面的那个第9章，我们再跟各位做一个更进阶的解释所以我们第6章就先用 Python 来自己直接写程式那感受一下前面学过的2大的一个演算法好，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很简单的一个环境那比如说呢，有位学生就帮我随便做了一个程式这样我就找什么这个最大的一个数字那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它也可以像另外一个编辑器编完以后 load 到这个环境里面来执行那原则上就是说我现在有3个数10、14跟12，要找出这个最大的一个 number， 那故意让各位测试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说这个井字号的话什么？井字号是 comment 是一个补充说明这样好，那它这个 run 进去的程式就这样一个很简单，还是一样因为它是在 Linux 上跑的这个学生给我的程式它是在 Linux 上跑的，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 run 这个什么，也是一样 run 这个 Python 然后这个进去这个程式那就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因为这个简单的演算这个我就不用再更仔细的解释那这样跑完的最后结果再把这个数字给印出来就可以印出那个最大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原则上这个 largest 就可以看出来那非常简单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好的环境那借由这个环境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来执行这样所以那还有其他的这一个指令比如说你在这个 Python 环境里头的话，它是非常干净的环境。那我还要再做一些进阶，比如说我们做很多的那个后续的 neural 的那一个进阶的演算那我们就需要怎么样？要涵盖一些这个 package 进来所以 PIP 这个指令的话怎么样？它是意思的什么 management system of software packages 这个所以这个 system 的话 which is developed by Python 就是说由Python 发展出来的。那你可以利用它来怎么样 install package 比如说我今天 install package，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提供就是我要弄一个这个可能是有相关的矩阵我要 install 相关的工具这样所以我就 install package。那 install 的话我就打进去所以这个后面就是你那个 package 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它 include 进来这样那 include 进来的话就是说好，那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把它移除所以反方向就是uninstall 这个 package 的名字你就可以把它反向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简单那甚至automatically install requirement 就是说自动安装的一个要求这样比如说我也可以怎么样install 这样的一个 requirement 那这个就有一些 spec，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个类似一个描述符一个描述符，然后呢下达命令给这个 install pip install， 那它就 follow 这一个里面的.txt 里面的那个描述符呢去做相关的那个 install所以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细节的那后续在 run 的过程里面，我想同学们就会慢慢有感觉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use 这个 piece install package
那继续比如说我们最常用，尤其后面马上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马上看到，像刚刚已经有类似看到了就说我们整个到后来在做这一个学习演算法的时候，就是我在前面有跟各位讲过说，当我一个哪几个 layer 建好之后的话，那 layer 之间就是靠一个网络的一个模式在连接这样所以变成说我们就很重要要来 install 这个矩阵所以在后面的话就可以发现说我要需要这个矩阵计算，就是一个 NUMPY 就是你 install 这个 NUMPY 下达以后你就有这个功能那 install 这个 image processing 的 package 就是说甚至我们有一些 image processing 的那个过程那在这里我就没有很细的写出来那你有兴趣就是说进到那个官网站里面把它当出来，到底它这个 image 的那个processing 的那个 package 里面呢更细的那些功能是哪些功能那你把它 install 以后呢，那些功能都可以被你用那甚至就是说 mathematical tool package 你也可以 install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sign就是说有关于这个 sign 的方面，就是这个一些数学的相关工具那细节因为我审篇我就没有再写因为提供给我的那个研究生他们就很细的把这个NUMPY 更细的写出来，那更细那因为我想说再怎么细也没有用因为只有你没有动手去做它还是没有用，所以我就先把它讲完以后，那后续各位要 run 它的时候呢，再怎么样再去看那个翻开那个官网站的那一个细节那我一个一个去感觉因为那个感觉就是你真正你要在设计你自己程式的时候需要的功能，你就可以明确的了解它所以我在这边写的太多就太比较不容易那甚至 install 这个 visual graph 跟那个 table 的 package 它都有相关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叫 matplot library 有没有所以这个很好玩那有人讲说这个 mat 是什么意思？是 mathematical 不是有人讲说这个 mat 是 metric metric 所以它等于说很多计算到后来的资料结构都还是矩阵这个非常有意思好，那 install 还包括 install data processing 跟这个 analysis package 这个有太多 package 太多 package 那甚至你还有这个 sequential 的 data 的 structure 到底这个是怎么样的细节就把它跳过去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好多的这个 implementation 那还有 install 这个这个 NB 有没有是 notebook 就是 IPYNB 的这个 notebook 这个它有一大堆 tool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等于说 Python 它本身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一个开发环境但它的视觉化还是不够所以视觉化不够，所以后面我们会用一个叫 Visual Code 的程式可能会到第9章才会跟各位介绍但是我们第6章就已经足够用这一些 Python 的最基本环境来感受前面的那个学习演算法这样的好，那我们就在 6.1 先动员各位那让各位再赶快去摸一摸你的那个 Python 的相关的那个code 那我们在这一章的那个有2个主要的Python 的 code 的话，最后会释放给各位那我们会再请另外一个高手就是说帮我们撰写这个程式的那个蔡正仪博士也许我们会在开一些比较直播的那个环境来接受各位的那个 asking 所以后面我们就来开始专注来设计我们相关的这一个这个 predicts 的问题上所以6.1节就先到这边结束。